你说的坚强，其实是没人懂的求救。你总是笑着说没事，总是撑着继续走，继续扛，继续装作什么都能处理，仿佛不崩溃，不喊累，不流泪，就能证明你够好，够成熟，够值得被留下。但你知道吗？那个你说着我很好的瞬间，其实你心里早已千疮百孔。不是你真的不需要被理解，而是你太习惯一个人面对，太习惯当别人的依靠，太害怕一旦说出我不行了，就再也撑不起整个局面。所以你选择沉默，你把所有崩溃的边缘藏在凌晨，把所有的眼泪收进无声的深夜。你用笑容掩饰真相，用忙碌压过痛苦。但越是这样，你的坚强就越像是一种无声的呼救。你多么希望有人看见，看见你不是没事，只是撑太久了，看见你不是够坚强，而是从来没有选择可以软弱。你不是不想说出来，你只是怕一旦脆弱了，就再也站不起来，怕一旦卸下铠甲，别人会无法承受真实的你。可是啊，如果总是这样藏着，忍着，撑着，你也会慢慢失去感觉。你会忘记什么是被照顾、被理解、被接住的感觉。坚强不该是你唯一的选项，你也有权利在爱里示弱，在安全里坦白。你也值得放下重担，只做一个需要被抱一抱的人。你可以说我累了，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你可以说我其实很想哭，很想被谁听见。这不是失败，这是你在找回自己，找回那个曾经相信爱，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你。请不要再把坚强当成保护色，请不要再让我很好变成你和世界之间的墙。你不是机器，不是永远无懈可击的角色。你是人，是灵魂，是会痛会怕也会渴望靠近的人。愿你能够遇见这样的人，在你说没事的时候，他听得出你的破碎；在你逞强的时候，他握住你的手说我在这里，你不用一个人撑。更愿你成为这样对待自己的那个人，在每一个觉得快撑不住的瞬间，对自己轻轻说一句，我知道你很努力，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，没有人会因此离开你，因为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用坚强去证明，而是在你愿意承认脆弱时，仍然选择不离不弃地拥抱自己。那一刻，你才真的自由了，也真的被听见了。真正的平静，是痛过之后还愿意相信，不是没有风浪，也不是从未受伤，而是你在一次次破碎中，学会了怎么在混乱里不放弃温柔。很多人以为平静是一种无视，是生活不再剧烈起伏，是内心毫无波澜。但那种没有情绪的安稳，常常只是压抑过头的麻木，是灵魂太久没被听见，只剩下一种静音的存在。真正的平静，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你拥有了一种容纳情绪的力量。你不再被恐惧牵着走，也不再用过度的理智压制自己。你学会了让悲伤流动，学会了在愤怒底下看见无助，学会了在失望之中依然不关掉对爱的渴望。这样的你，不是变得冷漠，而是更深地连结了自己。你痛过，崩溃过，怀疑过，心碎过，但你没有选择关掉自己，你选择了一种更难的事，继续相信。相信爱还是存在的，
相信自己的心还能承载更多。相信这个世界虽然有残酷，但也有温柔在等你靠近。你不再把相信建立在完美的人事物上，而是从心底知道，即使再次受伤，我也有能力陪自己走过去。即使未来不确定，我也愿意再踏出一步。这种平静不是逃避，不是勉强，不是装作不在意，而是你终于明白，每一份情绪的来临都是灵魂还活着的证明。每一次痛的发生都是生命在帮你松动陈旧的信念。你不会再急着抓住谁来安抚自己，你也不会再逼自己当下就好起来。你开始有耐心，也有了宽容。你能抱着痛不逃，抱着疑惑不急着找答案。你能慢慢呼吸，慢慢流泪，然后慢慢醒来。真正的平静是你在黑夜里也不否定光的存在，是你在心碎之后还愿意张开手说，我还想再试一次。不是因为你傻，而是因为你终于信任自己的灵魂，信任它有能力穿过每一段黑暗，也信任它在破碎之后依然有力量成为完整。愿你知道，平静不是结果，是一种活着的方式，一种你选择温柔对待生命的方式，一种你在痛过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爱的方式，一种你看见自己无数次跌倒，却依然抱着自己继续走下去的方式。每一个你否定的情绪都藏着没说完的故事。你说自己太敏感，说自己不该那么在意，那么容易受伤，说情绪太多会影响判断，会变得不成熟。所以你学会了合理化，学会了转念，学会了快速调整。但在那些被你迅速压下的情绪背后，其实都有一段还没被理解的经历，有一个在你心里哭着的小孩，还在等你回头听他说完一句话。你否定自己的愤怒，因为你怕失控，怕破坏关系。但你没发现，那愤怒其实是为你守住界限的信号，是你心里有一个声音说，够了，别再压抑了。你否定自己的悲伤，因为你怕太脆弱，怕被说情绪化，怕自己再也站不起来。但你没发现，那悲伤其实是爱的证明，是你曾经在乎，曾经用力活着，用力相信过的痕迹。你否定自己的嫉妒、焦虑、空虚、孤单，因为你想要自己看起来更理智、更清醒，更像一个懂得放下的人。但你没发现，那一个个被你压住的感觉，其实都在提醒你，我有东西想说，请你别再假装没听见。情绪不是障碍，它是引路的线索。每一份强烈的感受，都来自你生命中某一段重要的经验，某一次没能出口的痛，某一种还没被认可的渴望。你不需要急着处理情绪，更不需要立刻把它转换成积极正面。你需要的是一份陪伴，是给自己空间说，我现在很乱，很气，很痛，但没关系，我允许这一切存在。当你这样说了，你会发现，那些情绪并不会吞没你，他们只是想被看见，想被听懂，想被拥抱。而当你愿意坐下来，静静地感受，不评价，不逃避，也不催促，你就会听见故事慢慢说出来。我为什么那么怕被拒绝？我为什么总是在关系里委屈自己？我为什么一点点不公平都会让我崩溃？这些不是你的错，
是你的灵魂还记得每一次被忽略、被否定、被压抑的时刻。请你不要再对自己说，别那么情绪化了。请你开始说，我的感觉有道理，我想听听他想说什么。当你这样做了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那些你以为要一辈子压着走的痛，其实只需要被你真诚地陪伴一次，它就会慢慢松动、释放、痊愈。每一个你否定的情绪，都只是想让你记得，你值得被理解，你值得完整的活着，而你内心深处那个还没说完的故事，正等着你回头听他好好说完。所有想控制的，其实都是不愿面对的脆弱。你以为把一切安排好，就能避免失控。你以为懂得预测，懂得计划，懂得保护自己，就能不再痛，不再失望，不再重蹈覆辙。你开始要求完美，对人、对事、对自己。你把日常过得井然有序，把情绪锁进心里的抽屉。你说这样才安全，才稳定，才不会乱。但你知道吗？那种过度的控制不是力量，而是一种对混乱的深层恐惧。你害怕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害怕关系里的不确定，害怕自己的情绪像洪水一样漫过界限，让你无处可逃。所以你想控制局面，控制自己的反应，控制别人的情绪，甚至连未来的每一步都想提前设定好剧本。但控制的背后，其实是一份还没被触碰的脆弱，是一段曾经在混乱中无助的记忆，是一个你曾经失控过，无法呼吸，被丢下的时刻。你以为只要够冷静，够强大，够理性，那些痛就不会再来。可是那些被藏起来的脆弱，从来没有离开，它们只是被你包装成坚强，藏在效率背后，藏在条理之中。但它们还在呼唤你，说：请你不要再用控制隔开我了。请你看看我，我一直都在这里，等你承认我，抱住我。脆弱不是要被清除的敌人，它是你还能感受，还能爱，还能真实的证明，是你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地方。当你愿意不再紧抓不放，当你开始允许混乱发生，允许失控来临，允许自己流泪、改变、坦白，你会发现，那种柔软比你想象的还坚韧，那种接受比你设想的还自由。真正的稳定不来自于掌控，而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信任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离开自己。我能承受，我能走过，我能被动摇却不会崩溃。当你能这样和自己说话，你就再也不需要用控制来换取安全感了，因为你内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空间，可以容纳真实，容纳改变，容纳一切不完美。而那时候的你，才是真正自由的你，不再需要铠甲，不再躲在理性后面，而是带着脆弱，活出真正的力量。你越压抑的部分，越渴望被爱回来。你总是努力展现最好的一面，努力理性、稳定、懂事。你选择隐藏那些不好看的情绪，隐藏脆弱，隐藏嫉妒，隐藏依赖，隐藏那个其实很想被抱紧的你。你以为这样比较安全，比较能被接受，被喜欢，被留下。你以为越靠近理想的样子，就越有价值。于是你把那些自己不想承认的感觉都关起来，像不速之客一样对待他们，说：我没有那么脆弱，我不该那么情绪化，
我不能那么需要别人。但他们从未离开，他们只是被你压进心底，用各种形式偷偷现身，在你不经意的瞬间让你崩溃、失控，难以自我解释。你压抑的越深的地方，其实只是那个最需要被理解、被拥抱、被允许的部分。它不是问题，也不是错，它只是太久没有被你看见。你不敢让它出现，是因为你曾经在某个片段里，因为真实而被拒绝，因为坦白而被误解，因为太需要而被丢下。但请你相信，那不是你的错，那只是你还来不及学会怎么温柔地对待自己的全部。真正的疗愈，不是把阴影剪掉，而是愿意回头看见它，然后对他说：我知道你一直都在，辛苦你了。你不需要再躲，我会练习接住你。就算你现在很乱，我还是愿意爱你。那些你压抑的情绪，其实是你灵魂的一部分。你拒绝他们，就是在拒绝自己的完整。而你愿意看见他们，就是在召唤自己真正的力量。你不需要完美才值得爱，你只需要愿意真实，才找得回自己。那个会嫉妒的你，不代表你不好，那是你渴望被看见的证明。那个会哭的你，不代表你脆弱，那是你还有爱的能力。那个会害怕、会不安、会想依赖的你，是你还愿意相信连结的证据。请你不要再丢下他们，那些你压抑的部分，其实只是想听你说一句：你这样也很好，我还是愿意爱你。你越愿意这么做，你越会发现，真正的完整不是没有裂缝，而是你愿意拥抱那些裂缝，让它们也成为光可以穿过来的地方。爱回你自己，从那个你最想否定的地方开始，从那个你一直压着的情绪开始，从那个你说过这样不好的部分开始。因为灵魂从不需要完美，它只渴望被你好好接纳，不需要先变好才值得选择自己。这句话你可能听过很多次，却总是在真正面对自己的时候，依然说着等我更稳定一点再说，等我处理好这些问题再开始，等我不那么情绪化再相信我值得。你一直以为要够成熟、够成功、够聪明，才有资格爱自己、信任自己、为自己做选择。你把变好当成一种条件，仿佛你现在的样子还不够好，还不够配，还不够资格为自己发声。但你知道吗？那是一场被错误信念牵着走的等待，是一种温柔而持续的自我否定。你不是要等变得更好，你是要在还不够好的此刻，就选择站在自己这边。因为真正的成长不是等完美后才行动，而是从愿意承认我现在的样子也值得被拥抱开始。你不会因为有情绪就不值得被爱，你不会因为还在迷惘就无法被尊重，你不会因为还在学习就不能为自己做选择。这个社会太容易把值得绑在条件上，绑在成就、表现、外貌、人际、效率、稳定上，让你以为只要还有一点混乱，就不能相信自己是对的。但事实是，你越早为自己站出来，你就越快回到那个真实、有力量、有灵魂重量的你。选择自己不是一种结果，它是一种开始，是一种在还在流泪时就说我还是愿意靠近我自己的选择，是一种在还没找到方向时就说
我还是相信我有能力走出来的信任。你不需要变成那个从不害怕、从不出错、从不失控的版本。你只需要在害怕里也愿意对自己温柔，在失控里也愿意对自己诚实，在混乱中也愿意说，我还是想选我。因为你就是那个答案，不是等你变好了才成为答案，而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已经是生命独一无二的展现。请你不要再用等我更好来延后自己的真实。你值得此刻就开始相信，此刻就开始拥抱，此刻就开始前进。选择自己不需要条件，只需要勇气，一点点就够。从对自己说一句你现在也很好开始，你的灵魂就会开始回应你，带你回家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